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小米13系列终于正式发布了。12月11日晚，小米13开启预售，当晚全版本在线上被抢购一空。这也意味着小米13已经站稳高端之路。该机起售价是3999元。日前，一位米粉给小米集团中国区总裁卢伟冰留言，他表示去体验店体验了小米13，正面观感以及握持手感真的惊艳。13 Pro 延续了 12S Ultra 的拍照功力，所以说米粉最懂产品，线上售罄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对于近期想入手新机的小伙伴来说，当代次旗舰小米13 Pro 和面临降价的上代旗舰小米 12S Ultra 比，谁更适合入手？小米13和 iQOO 11作为同代新机，棋逢对手，又该怎么选？小米13标准版的 DC 调光和高频 PWM 调光又有什么区别？针对这几个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同样好奇答案的小伙伴和 Tiger 一起来盘。第一个问题，小米 12S Ultra 和小米13 Pro 怎么选？小米13 Pro 发布价格4999元，8加 256G 的价格是5399元，而小米 12S Ultra 8加 256G 版本的官方售价是5999元，但是由于发布时间较早，在第三方平台下的价格已经基本上降价到5500元左右，甚至更低。换句话说，现阶段小米13 Pro 和小米 12S Ultra 的入手成本几乎一致。那么当代次旗舰和上代旗舰该怎么选？小米 12S Ultra 的核心优势主要有两个，外观更具辨识度，附摄规格更高，更豪华。外观方面自然就不用多说太多，小米 12S Ultra 无论从辨识度还是整机设计方面都要比小米13 Pro 强很多。小米13 Pro 左置黑化方形矩阵设计实在毫无辨识度可言，这也是这款机型最大的痛点。其次，小米 12S Ultra 的附摄配备明显比小米13 Pro 好得多，前者配备的是2颗1/2英寸 IMX586 级别的 sensor， 而小米13 Pro 配备的则是2颗三星 GN12.76英寸，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sensor， 后者在拍摄超广角及长焦照片的解析度肯定不如前者，这也是次旗舰定位所致。而小米13 Pro 的优势则比较多，其中 Tiger 认为感知最强、最需要关注的主要有3点：一、性能更强，骁龙8 Gen2 在 GPU 性能及能效比方面提升明显，而且换装 UFS 4.0 和 LPDDR5X 之后，在后续长期使用手机的情况下会有差别。屏幕支持192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对眼睛更加友好。3、支持120瓦的快充，快充速率更快。这3个都是对体验提升比较明显的地方，所以单从使用角度上来看，小米13 Pro 要比小米 12S Ultra 更好，但是小米13 Pro 在外观设计方面确实较为一般。所以关于小米 12S Ultra 和小米13 Pro 怎么选这个问题， Tiger 的答案是，对外观无特别诉求的小伙伴建议小米13 Pro， 如果有可以考虑入手小米 12S Ultra， 或者等小米13 Ultra。 问题2，小米13和 iQOO 11怎么选？同样是一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作为目前2款售价最低的骁龙8 Gen2 机型， iQOO 11和小米13标准版确实棋逢对手。 Tiger 同样罗列出这2款机型的核心优势。小米13相比于 iQOO 11，感知较强的核心优势主要有3个：机身小巧，握持体验出色，正面4边几乎等宽，无塑料支架，视觉效果更好，支持 IP68 防尘防水。小米13的屏幕尺寸虽然不算小，达到了 6.36 英寸，但是其横向的宽度却只有 71.5 毫米，和 6.1 英寸的 iPhone 14标准版是一模一样的，单手握持毫无压力。而 iQOO 11作为常规大屏手机，横向宽度达到了77毫米，比前者多了 5.5 毫米，也就是半厘米，这差距可是很大，单手握持会比较费劲。其次就是正面的边框控制了， iQOO 11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依旧在屏幕四周安放了塑料支架，这就导致 iQOO 11的正面观感较为一般，而小米13的边框控制就要好很多了，无屏幕支架且基本做到了4边等宽。至于 IP68 则不需要解释太多，对有需求的人来说是一个刚需。而 iQOO 11的主要优势同样也集中在3个层面：屏幕素质明显更好，游戏配置更为丰富多彩，支持120瓦快充。iQOO 11的屏幕配备的是三星 2K16 屏，支持144赫兹刷新率，1440赫兹 PWM 调光。在显示素质方面，确实要优于小米13上的那款 FHD+ 8bit 的三星16屏。小米13的屏幕素质确实很一般，大家去实体店看看就知道了。而且小米13这块屏幕还不支持高频 PWM 调光，仅支持全局类 DC 调光，对屏幕显示素质也是一个影响，这个我们下面会详细分析。
其次就是一些外围配置。iQOO11支持双 X 轴线性马达、双孔双压杆、双扬声器的体积也要大于小米13，并且还支持120瓦的有线快充，比小米13的67瓦快不少。单纯从体验角度出发，尤其是游戏体验方面，iQOO11要强很多。总而言之，这两款机型的选择同样是颜值和实用性的比拼。在意颜值、手感选小米13；在意功能性、游戏体验选iQOO11。两款新机各有千秋。最后一个比较热门的问题就是 DC 调光和高频 PWM 调光的问题。小米13标准版是不支持高频 PWM 调光，而是和之前机型一样支持全局类 DC 调光。那么高频 PWM 调光和全局类 DC 调光到底谁更好？所谓 DC 和高频 PWM 调光，本质上都是为了降低屏幕的 AOR， 也就是黑条宽度。如果我们站在纯护眼的角度上来说，全局 DC 调光对于频闪的抑制效果是最好的， AOR 非常低，对眼睛更加友好。小米13这一次就是全局 DC 调光，效果不错。但是在 LED 屏上采用类 DC 调光，对屏幕色彩显示的一致性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低亮度的情况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越是高端，越是对屏幕显示效果要求高的手机，越不爱用类 DC 调光的原因，譬如 iPhone 和三星。而高频 PWM 调光是面板厂商所引领的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通过降低黑条纹的宽度以及加快速度，从而达到减轻频闪影响的目的，并且还不会影响屏幕显色的一致性。但是在 AOR 降低方面，不如类 DC 调光那么极致。所以如果你对频闪极其在意，选择全局类 DC 调光更好；如果不太敏感或者对屏幕显色要求较高，则选择支持高频 PWM 调光的机型。以上就是关于这3个问题Tiger的个人见解，不知道对于大家是否有帮助。关于小米13系列新机，你最关心哪些问题呢？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